你们怎么都不干活了？你着什么急？以后再干呗。让老板涨工资，老板给我们画饼说别着急，以后肯定会涨。这不小道今天早来了，就把公司工作全推了，说以后肯定干。工资可以以后涨，那工作也可以以后再干呀。当员工的就得跟老板步调一致嘛。涛哥，客户来催方案了。你给他画个饼，说以后再给，画大点。自从大家都学会画饼之后，工作压力小多了。老板让我们加班，我们到点就走，说以后肯定加。你们这么做是因为对老板失望吗？没有啊，老板在让我们失望这件事上，从未让我们失望过。万一老板说的以后涨工资是真心的呢？我们不怀疑他的真诚，但他克扣员工多行不义，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他能活到他说的以后。老板不愧是老板，吃了他画的饼，我们一下子醒悟了。工作可以拖，健康不能拖。进行打工人就得对自己好点。你是觉得老板给你画饼吗？没有，他不是画饼，他只是单纯的在骗我钱。老板电话。昨天客户要走文件怎么还没给？你们是不是要报反？不是啊，我们以后肯定为老板你当牛做马，拼命干。现在呢？现在不行。说你们快把公司霍没了。老板说了，年轻人不要计较得失。我们加完班管老板要加班费吗？老板不给，就说的嘛，年轻人不要太计较得失。老板说的对呀，年纪轻轻的事业心不要那么重，你给公司挣的又到不了你手里，一个月几百块，你玩什么命？涛哥，这么不干活，老板能行吗？还干个屁，玩就行。咱老板不是那计较的人。老板也是异域电影梦中人呢。之前大家都忙着加班给公司赚钱嘛，现在想来确实是肤浅了。你加班，剩下的尾款不用给我们结了，我们真不差这点，不计较。还得是你悟得快。反正老板不计较得失，我们得向他学习。涛哥，客户来谈合作了。你一点都不开窍，你介绍对面公司去，告诉他对面公司比我们良心。快去。你们这么做经过老板同意吗？那老板说的不要计较得失啊，我们表里不一不是违抗军命。哎，大爷，你干啥去？电话说门口进小偷了，我去看一眼。让他偷，你跟一个贼计较什么？回去玩。别计较啊！要不说老板厉害呢，自从不计较得失之后啊，同事们格局一下就打开。玩累了？那呗。你这熊样的，打底来，整点卫生大条，这好，再来。谢谢。你这是？隔壁公司需要办公设备，我让他们从我们公司领，免费赠予。这不好吧？毕竟都是损失。你看你就是太计较得失。涛，你们年轻人不计较得失，都不干活了，那我呢？你得计较啊！你不年轻了，要养老金1分不能少。大爷，你怎么看的门？我车被偷了。你看你幼稚，都跟你说了，年轻人不要计较。我们出来爬山，让他负责订饭，结果我们都爬到顶了，才知道这小子光订了自己的了，我们一口没吃，他给自己订了8菜1汤。那也没人跟我说还得给同事订饭呀，那我以为就自己订自己的呢。没订早说呀，我那爬一天腿都软了，最后告诉我们没订饭，我们吃啥呀？吃树皮呀？订饭的时候就没发现不对劲吗？你发现了啊？那我以为这次伙食费多打了个0，我就没敢吱声。那我还纳闷怎么这次伙食怎么这么高标准？一顿午饭老板给我打了好几千，我都订了份米其林3星，还剩了不少。我是说你订饭没发现没给同事订吗？那没发现，你等会儿再来吧，我要开始用餐了。那所有同事的午饭钱都合在一个人身上，那标准能不高吗？出发之前我还特意问他，我说别忘了订饭。他说放心，早订好啊。我看他背了一大包吃的，不能赖我呀，那是他们没说清楚，我还寻思怎么都催我订饭呢。我说这么多年同事，你第一次关心我。我看你包里还有挺多的，要不分一点给同事吧？不分，这些是我自己够的，那包里是留着喂狗的。我看山里有好多野狗都没吃饭。好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挺着，不用招啊。我这还没吃呢，你们谁吃？这屁股零事，打一户人吃啊？你这掉地上让狗啃了，还他妈挑上了。他陪客户爬山，结果下山的时候他自己开着车走了，把人客户给扔山里了。那客户让野狗撵了一宿。那我到点下班了，那不属于陪客户的时间了。那到点不走，那我不算加班了吗？那也不能把人扔山里啊。他是到点下班了，我们加了一宿班，我们大半夜来山上找客户，一宿没睡，你说给我们困的。同事因为你都挺累的。你加班加的嘛，他们就是不聪明。你看我不加班，那气色多好啊！你这么做确实不太好，走的时候为什么不提醒客户呢？我提醒他了呀，我说时候不早了，那他说没玩够，我说行，那我让你玩个够，那我就开车先走了。他是走了，那客户把我们全公司都问候了一遍，我们老板都快给人跪下了，全公司就他睡了个好觉。那我还纳闷呢，那我说怎么一到家一看手机，这么多老板的未接来电呢？
那我猜到应该是急事儿。那你就没打过去吗？我不下班了吗？你好像对上下班界限特别分明。那我是来上班的，又不是来加班的。有那加班的时间，还不如回家。我爱上班这事儿我们知道。有一次我给老板开车，老板坐后排睡觉呢，那闹钟一响，小涛直接开窗跳车就走了。那3小时赶顺车开车。上班打卡成功。闯哥，我来接客户了。你接你妈呀！闯哥，我知道错了，赶紧给人客户送去，好好道个歉吧，好吗？好。一天他妈有你这么快找。好，有你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是老员工了，他什么德行我也知道，不想加班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只是需要进行一些教导。老板，到饭点了，我下班了，那客户我扔半道了。我们从冰箱里拿饭，一打开冰箱，我以为进厕所了呢。臭豆腐、螺蛳粉，还有个半开的鲱鱼罐头，给我们兄弟把饭全扔了。那冰箱是公司的，又不是他们的，我想放啥放啥呀。那都是吃的，怎么那么矫情呢？他们受不了就别用啊。这么要大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放家里冰箱呢？我家没有啊，那买冰箱不得花钱吗？那还费我家电，买那干啥？那冰箱是放食物的地方，不是他养蛊的地方。现在的冰箱整的跟潘多拉魔盒似的，你永远不知道下次打开冰箱有什么惊喜在等着你。那公司的冰箱我有使用的权利啊，那谁受不了可以不用。这水又给我贴上了。办公室味儿挺大的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没素质了？我这个人素质一直不怎么样呀，爱用用不用管。你这样做不太好。你也管。他啥东西都往冰箱里放，我们现在兄弟都没法工作了。味道确实挺大的。是啊，那楼下保安过来路过瞅瞅，都以为啥东西死里了。干啥呀？去厕所喘口气儿。带我呀。反正我闻着没啥味儿，他们就是太矫情了。活不起就死，矫情你妈你！你这是往冰箱里放饮料吗？这是我下午要去送宴的。你看着没？多吓人呢！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放不了的。看来得换个冰箱了。公司地方本来就小，再买个也没地方放啊。没事，他要是再不把那些东西清出来，我们就让他和他的炼金罐一起离开办公室。创哥，我错了。想留办公室行，我们新买的冰箱你一下不能碰，听见没？那我现在拿出来。你又放进去了？没事，我拿出来。下班租了个灌饼摊，想搞个副业。那同事们知道了，非要来给我捧场。我说不用了，你们别来。结果他们到了，往死里吃。我这一张饼没卖出去呢，给我吃收摊了。这捧场这种事肯定人越多越好啊。那我们也是为啥着想啊？都竭尽全力为了增加人气了。一个灌饼确实没多少钱，方便问一下来多少个同事？全公司都来了，这还带着家属，光排队就排了快2里地，全给我抢光了。煤气罐都给我搬走了。那不知道的以为我这生意多火爆呢。那其他摊主看了都眼红，那说让我教他们做灌饼。教啥呀？我做餐饮10几年了，头一次见到一开业就围得水泄不通的，这得赚多少钱呢？我决定把地儿卖了，明天就跟他学做灌饼去。他看起来挺心疼的。我们还没吃好呢，他抠门心疼了，铲子往这一撇，说爱谁做谁做吧。那我们只能自己做了。我就因为我往这鸡蛋灌饼里多加了几个蛋，这差点没跟我打起来。你这多小心眼子吧？他问我加鸡蛋行不行？那我看他伸了2根手指，我说行，你加吧。结果他一下打了20个蛋，那灌饼让他做成饼灌蛋了。你怎么不把我也灌进去呢？那我爱吃鸡蛋呢，鸡蛋灌饼你不灌怎么能行呢？多香啊！同事确实挺过分的。这个给我来个灌饼呗。你看我像灌饼吗？我就这么点启动资金，全让这些天杀的。小涛，听说你开煎饼摊了，我的大老板呢还没吃上呢，你给我也卷一个送过来。卷你妈呀！你们怎么站着办公？那站着能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，不然犯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。最近公司效益不好，老板让我们走出舒适圈。小涛站起来了，说坐着办公太舒适了，影响效率，就建议我们站着办公。我们现在一站站1天，腿都不带打弯的。那我实话实说呀，你坐着就是效率低，我不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吗？你干啥呢？站累了，坐会儿。你坐你妈呀！罚款50，我给你记上。你看着没？多可恨呢！现在把椅子全给我们撤了，谁坐谁罚款，跟我站的腿都硬了。你这他妈不祸人吗？一直站着挺累的，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我考虑了呀，虽然办公是站着的，但是上厕所不就蹲着了吗？你又能拉又能休息，这不就劳逸结合了吗？你等会儿，你上厕所把你午饭带上，你这里面一块解决了，你出来吃耽误工作时间。让同事去厕所吃饭不好吧？你进出同步嘛，你该拉拉该吃吃呗，两头离那么远，井水不犯河水的，还能节省时间。同事们现在边上厕所边吃饭，上下两头忙活，这节省工作时间吗？现在给我们同事恶心，中午都不敢吃饭了。哎，我刚太久了，我必须给他们改好。我觉得每个月都能领到底薪，让很多不思进取的同事变成了混吃等死的废物。为了激发大家潜力，走出舒适圈，我决定向老板提议取消底薪，少劳少得，你不干就没饭吃。那要是多干了呢？多干是应该的。
哎，你出来了，你出来，你别这么干啥呀？赖上你，不是你老公来，你要干啥？我请老板吃饭，想跟老板打好关系，同事非得跟我一块儿来。那到那儿以后，他给老板又敬酒又点菜的，老板以为是他请的，就给他升职了。那我花的钱功劳全让他给抢了。确实是他付的钱不假，那我看他到饭桌闷头就是吃，那老板都冷场了，那我说实话跟老板互动互动，那不也很正常吗？他自己没有眼力劲儿来谁呀？那我饿了，你寻思他先吃点儿，那他跟老板就喝上了。那明明是我付的钱，老板还以为我是那个蹭饭的，那太气人了。应该是同事太过热情，让老板误会了。那他一边夹菜一边问老板这家合不合胃口，那好吃再加，他还大方上了，这不就是故意的吗？那我也没跟老板说是我请的客啊，那老板自己以为错了，你这赖我干啥呀？那不赖他赖谁？我吃一半了，老板说让我别蹭了，还要把我撵出去。那我付钱我结账，还要撵我，那我能不委屈吗？他给老板敬酒，从头敬到尾，喝了好几箱都玩命呢。老板误会了，你没跟老板解释一下吗？那老板让我闭嘴，说再开口就让我滚。那我也没好哪去啊，我跟老板喝了一宿，都给我喝懵懵了都。你说，你快跟老板解释清楚吧，我都快冤枉死了。行，你小心眼一样。哎，老板，怎么了？是昨天的饭吧？你就当是小涛请的吧。是小涛让你说的吧？啊，对，是他让我这么说。不是咱说一个饭，他能咋的？你是不是？咱就那么个人。老板，熬夜加班一个月赶项目，老板说要给我们发奖金。小涛站起来了，说我们加班不是为了钱，给我们钱就是羞辱我们。说的老板惭愧的收回了决定。看到老板用钱来侮辱同事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站起来把同事们的奖金挡回去了。我说老板，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人了？你还挺有骨气的，那你不想要那奖金吗？你项目没参与，我分不着。老板高兴的脸都红了，拍着桌子夸他，这还让我们跟他学习，他凭啥代替我们做决定啊？咋的，显得他清高啊？那我认为同事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那没想到他们这么小心眼儿。再说了，老板说过要把公司当家呀，那为家里办点事儿，你钱不钱的不都见外了吗？那不如好好享受加班带来的快感。你这么做确实挺不道德的。我道德一直不怎么样。老板好不容易大方一回，好人让他当了，损失我们几个来承担，那我们奖金咋整啊？他赔啊？就为了点钱斤斤计较，多世俗啊！那不如把钱留着建设公司。那万一哪天公司倒闭了，他们怎么生活？那他们不得分清这一顿撑跟顿顿饱的区别吗？那我们在公司这么些年，那也没饱。那句话，那强者从来不抱怨大环境，他们活不下去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帮废物。但是他们现在对你意见很大。我对他们意见也不小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，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，为公司着想也很正常。老板，他们要揍我，不怕小涛，这不有我的吗？还是老板你好啊。我给你报工伤。你这真贱。听说你把客户气跑了啊？公司接了个客户，那客户信佛，小涛一听站起来了，说跟他专业对口，自告奋勇去接待，结果约人家客户去教堂谈的生意，给人客户气跑了。那职场应酬我强项啊，那客户有信仰，那我就顺着他来呗，我就带他去了教堂，预祝我们合作顺利。怎么带人家去教堂呢？不怕客户骂你吗？没事，他不敢。你说他信佛骂我不破戒了吗？那我真服了，他办事不长脑子吗？那教堂跟佛祖能是一个单位的吗？那反正都是信仰，就当串门了呗。那客户就是太小心眼了。那客户没生气吗？还行，挺理智的。那客户怕自己动手破戒，说找人要弄死我。那客户到了教堂就开始念经道歉呢，人客户信了半辈子佛，差点让小涛把墙角给挖了。你这不逼着客户跳槽呢吗？那我是奔着曾经合作去的呀，我还送客户一个招财猫，讨个好兆头呢。方便展示一下吗？这手势不太礼貌。不是，这是寓意着客户如日中天吗？如啥日中啥天呐？先是挖墙角，然后再竖中指，那客户生气。那还行，那就是老板现在看我的眼神不那么和蔼了。那不过我准备将功补过，那客户信佛，我准备了一幅开过光的字画送给他，我觉得事情还能有转机。员工气走客户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小涛也算是老员工了，老板要给员工犯错的机会，而且他现在已经去给客户道歉了，我相信他。老板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事情有转机了吗？事情变得棘手了。听说你被同事孤立了。我好心办坏事了。老板说最近公司效益不好，要集体降薪1000，他自告奋勇去找老板理论。这不挺好吗？回来告诉我没理论过，改成降1500了。我一开始确实挺上火的，当我跟老板一聊，才发现老板说的有道理。那公司有困难，我们这些当员工的不得理解吗？我就让老板摸着良心降，没想到他这么丧良心。你有没有想过降薪同事们怎么办？你降薪总比公司倒闭了强呀！你得分清一顿撑跟顿顿饱的区别。那我们在公司这么些年也没保过呀，公司好的时候也没说给我们涨薪呢，凭什么降薪？我寻思派他过去打个头阵能有点效果，还他妈让人策反了。他确实挺过分。
现在想想降1000块钱也不是不能接受，是吧？钱这个东西够花就行了。我认为当前的工资水平足够了。1500不是小数字，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过吗？考虑了呀。下一步我建议老板取消周末和假期。那平时周末和假期的花销是大头，不放假就不会去消费，那钱不就够花了吗？那他要这么整的话，这活没法干了。这点工资还干啥呀？不玩不干，发了。闯哥，你们发工资条了吗？我这工资怎么是负的？你之前工资不1200吗？现在降薪1500，你可不负的吗？你上班还得交300。那不能这样，我找老板重新理论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其实我觉得降薪是很有必要的。老板，我不服气。我是不是集体降薪1500？你工资是不是1200？那都降1500，你是不是相当于省了300？这不涨了吗？谢谢老板。